不是说，你灵魂出窍遇到大罗金仙，对啊，你们彼此分享你们的一些对修行的看法这样。那故事是怎么样的？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好啊。大罗金仙有教你怎么修仙，你教大罗金仙什么？我教大罗金仙就是3个字，不解释嘛。那你当初不是这样讲。你从头分享一下哈。好啊，那一次我的灵魂出窍，我不是睡觉出窍，我是在静坐的时候出窍。静坐。原来是静坐。我就在打坐的时候打坐，然后坐到一个很安静的时候，我就尝试脱离我的身体，然后就出去。那出去到了一个很美丽的空间，然后晴空万里的一个感觉，这样不算是晴空万里，因为是晚上了，应该是在没有靠太阳的这一边，背对着太阳，所以看起来是晚上，看到很大颗的月亮这样。那就飘在空中这样，那飘在空中很舒服啊，那我就飘啊飘啊这样，那就突然远远怎么看到一个光点，然后慢慢靠近这样，远看那个人，呀好厉害啊，这人怎么会飘过来这样，然后他看到我看到他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妙他就过来，然后就跟我打招呼这样，那他穿的就有点古代的服装这样，我就说我就用讲话的跟他讲这样，那但是讲我们的话好像不太通这样，他讲的话有点像古代的那种语言这样，那后来我们就直接用心电感应交流这样，就本来是讲话，结果反正讲话讲不太通了，就干脆不要用讲了。好酷哦！那就用心电感应交流啊，那当然还是可以翻译成自己所知道的话这样。那他的意思说他已经修成那个状态已经很久了这样，非常久，我忘记是多久，好像1000多年还是多久啊，很久的一个时间了。那我就说你修成是什么状态？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状态？他说我意思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就是出阳神的那一种。那他就问我说，奇怪，他看我的状态啊，不太像那种出阴神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灵魂出窍叫做出阴神，那他们叫做出阳神。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那分别在哪里。那他看我状态，其实为什么不太像出阴神啊？我的光很亮啊，不像一般出阴神的那个光微弱这样。他就问我说，你的存在状态有点特别，那你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？我说其实我的存在状态不就是很正常一般人的状态，唯独不同的是我是处在观察者的状态。那他就说，什么是观察者的状态？我就跟他大概解释了一下，他就觉得这个很棒，他就想听我讲解。那我就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解释这个观察者的状态，然后他就我明白了，他觉得说跟他进一步的修炼是很有关系的，所以他理解了，他听懂了，他就去做进一步的修炼。那在这个之前，他就跟我分享他怎么练成他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是他先分享，然后你再分享。他先分享，我再分享。他就听到我分享那个观察者的状态啊，他觉得很特别，然后他就先跟我分享如何练成他的状态，然后他作为一个礼物这样，然后再希望我跟他说我的分享这样。所以他在你讲这些之前是不知道还有最终的真相吗？他有他的修炼方式，但是他还没参透，所以他不了解，所以他一直在找一个能够契合他修炼方式，能够让他理解的东西，但是他找不到。但是他觉得说，经过我说明，他能够了解他本身修炼的一个方式，这样，然后他就去修炼。那他现在会不会已经开悟？可能现在可能搞不好是菩萨，搞不好是菩萨，对啊，从仙变成菩萨，然后对啊。那后来其实我才知道说，道家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过程，就是不是出阳神就是终点，不是到了大罗金仙就是终点，但后面还有。其实他跟我说的这个修炼的方式啊，实际上是可以真的去修炼的，但是哪一个过程需要花多少时间就变成要自己去感受了。现在要介绍这个方法了。好，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。因为我看我们的好像有观众真的在修仙很酷。他想要成为大罗金仙。从修内丹开始要到大罗金仙，其实还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。那可以聊一下这个过程，这样。我是来分享大罗金仙的修炼过程。对啊，是大罗金仙分享给墨子，然后墨子再分享给大家，这样。酷。其实这个就是古代传统道家炼丹修仙的一个方式。那以前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，我完全没接触过这些东西。我有接触就是有接触过新时代，有接触过传统佛教藏传佛教的
修行方式，我就完全没有接触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。那经过他的解释之后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。而且可以变大罗金仙之后，他可以悠游自在，然后好几千年、上万年这样，也不错啊。知道的人很多吗？知道的人，知道的人有失传吗？应该是有失传的。真假的？现在有类似的方式，但是没有看人修成过。就是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有一些类似的，但只是讲的不是很明白，这样不是很清楚啊。但是是不是有人能修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目前有没有人可以修到这样。等一下，接下来我们会说如何修仙吗？那你跟我说过，其实听到这些。其实没办法自己修，对不对？没办法自己修。对啊，我们只是分享，但是大家听了还是没有办法自己修，还是需要你说需要什么？就需要老师去指导，需要一个指引者，一个能够指引的指引者。因为你在气脉在运作很多事情哦，你走到哪一个点呢？它需要去指导，不然容易走偏掉，尤其是气。在体内运行的时候是需要引导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到某一个阶段呢，但是那个阶段之后的阶段再上去就必须要经过指导。我们就是分享这些嘛，那大家就可以听这些，然后自己如果真的想修仙的话，就去外面要找到名师这样。找名师，等下大家来找你，木之可以带我修仙的。没有，我们只是分享，我们就开心分享一片就好了。对啊，对。我知道了，跟大家聊聊这样子。好。一开始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呼吸。我们人的呼吸，像平常的呼吸是没办法练气练丹的。那要如何呼吸呢？这个是大家可以学的。现在学到之后，大家可以养气，养气对身体会有帮助，然后可以强身健体。那你如果没有进一步，你就是强身健体，这是很 OK 的。所以提供这个方式给大家了解，大家其实也可以做，也可以试着去感受看看。呼吸最重要的是2种呼吸，一种叫文息，一种叫武息。文息就是我们这些都是说以打坐的方式来进行的，所以因为这样气脉才会通，才会直。你气脉一塞住，你驼背或者不直你气脉就会堵塞。堵塞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气就没办法运作的很顺畅。所以以道家的这种修炼来说，一定是要以打坐的方式，而且要盘腿。盘腿如果没办法双盘就单盘，没办法单盘就脚交叉这样，不要让脚往外放。它的原因是你双盘盘起来之后，我们的人的气是上进下出，左进右出，所以上进下出的气只要一出去你就养不了气，所以它必须要把你脚盘起来，盘腿之后你的气进来，它不出去，那就可以把它养在你的丹田，主要是以下丹田为主，就是肚脐下3寸的地方，大概7-8公分左右的8公分左右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肚脐下面，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叫丹田。用那个地方来养气。那现在开始介绍那个呼吸，文息跟武息怎么操作？文息就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缓慢吸气，用鼻子缓慢吸气，然后再缓慢吐气，然后缓慢吸气，然后缓慢吐气，这2个的频率是相当的。就比如说你吸气的时候用了10秒，那你吐气的时候就用10秒。吸几秒就吐几秒，就尽量缓慢的进行这样，这个叫文息。光这个动作就会让我们身体的气就开始运作，可以强身健体。但是文息是一种舒适，让我们的气能够动作能够开始运动的一个呼吸方式。那要养气最主要是靠武息。武息就是分成3段，刚刚讲的这2段，现在把它分3段，缓慢吸气。现在讲的吸气都是吸到肚子不是吸到胸部，你不是胸腔隆起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肚子挺出来。吸气的时候肚子跑出来，吐气的时候肚子就缩进去。所以大家要感受一下，是用肚子吸气，吸到肚子里面再吐出来。那武息的话就是分3段，缓慢的吸气，然后吸到肚子里面，然后停住不动，然后第3段再缓慢吐气。然后分成3段，这3段也是间隔让它相当差不多这样，差不多就好了，你不用去数你不用去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不用在那里数，大概就好了，就是大概你吸气多久你就把它停住多久，停到差不多了你就把它吐出来，缓慢吐气这样，中间那个停顿的时间
最好能撑久一点。所以就是吸气、停顿跟吐气的时间尽量把它延长。你中间停在腹部的时间越久，你就越容易氧气。你按照这个呼吸法去，你静坐的时候这样呼吸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你的腹部热热的，开始热热，那个就是氧气，你就能感受到气在那边这样子。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开始要去找大自然，找大树啊，找个很茂盛的大树，然后去采气。你就想象在它前面隔着一个距离这样啊，这样感受它的气，然后把它的气啊从你的手吸进去，同样把它引到丹田，把它吸进去，把气引到丹田。这一切是用想象的，你只要想象这个动作，它就会开始运作。那同样吸到丹田的时候，就把它留在丹田。那所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，用5息去呼吸，然后并且我们常常找时间，可能每天都到大自然去跟大树吸收大自然的能量，然后吸到丹田。这时候丹田在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很热，然后就很饱满，你觉得有个气在那边，因为你把气养在丹田。这种叫做采药，就是好像去山上采药这样，把药采进我们的身体这样。这时候那个丹田那边就会有一个气团。你就自己形成一个气团，你整天丹田就觉得热热的这样。等那个气团呢，你感觉差不多，觉得很胀，然后有一个气团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气团开始引导，从丹田往下引导，往下跑，然后穿过你的然后跑到脊椎那边，然后往上升，然后让它跑，它就跟着跑，你的意念跑，用一意引气，然后跑到顶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叫顶轮嘛，但是道家不是叫顶轮，叫泥丸宫。从后面要穿过前面的时候，会发现卡住，卡在那边不动。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意念去推它，去让它冲破这里。一旦冲破这个关卡，如果一直穿不过来，就代表你那个气还不够强，继续养，把它养到很强的时候啊，你就把它带到这边，嘣，冲过来。一冲过来之后，它往下降，下来，下降到最底端的时候，再把它推到脊椎这边，所以就是从最下面又往后跑，但是从下面的时候又发现，卡卡的过不去，又要推它，要把它推破，嘣，这2个点一破之后，然后你的气流就在这边哗这样运行很强的气流就开始成柱状，那个球在里面运行，它就带动整个气变成有点像哈雷彗星这样，后面就带着一堆气这样，一颗气团带着一堆气这样，然后在你的身体上面运行。哇！然后这时候你这样跑的时候，你会没什么念头，你的想法会跑不太出来。跑不太出来之后，你就觉得你打坐在那里一坐可以坐5个小时、10个小时都不是问题，完全非常轻松。然后气就不断运行，哇，身体舒畅。这种状态就叫小周天。小周天一开百病不生，你不会生病，就人非常的健康都不会生病。如果有疾病的朋友其实也可以练气让身体强健。所以你有练过吗？我有练到小周天。你有练到？原来你有练到。我有，但是后来没练，它就不见了，它变成一个我有测试过。你现在不是也都不生病吗？现在不生病，只是就比较看着信念，不太会让信念跑太久，它就还没造成疾病，这样就不太会生病。可是那为什么我没有练这些，我也很少生病？那天赋异禀嘛。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常常使用观察者在生活，其实就不太容易生病。所以也不一定要练小周天，不一定。对啊，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。也就常常保持观察者。对啊，因为很多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跟随我们的信念，然后产生过多的情绪，过多的情绪，我们让那些情绪太延长，就整天都活在那些情绪里面，就会那就会变疾病。太生气，好难过。生气生一下就好，不要生太久了。开心一点啦。久了就会成疾。那刚刚讲这个小周天，达到小周天哇，通体舒畅，没有疾病。那时候的状态感觉很舒服。那小周天在运行的时候，继续去采气，继续去采气。采气的时候，这时候采的气同样把它养在那个丹田那边。那个原本的气团就是热热胀胀的感觉，这时候就感觉是一颗东西了，慢慢它就结丹了。这时候就要开始就感觉开始结丹了。我们有一个观众就说他已经结丹，蛮有趣的，就居然有观众练气也是练到结丹，这也是很神奇。据说结丹我看过一个人呢，他说他已经
练到可以出阳神了。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腹部小腹，那就隆起这样，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丹这样，好酷哦很有趣。所以这些都是一定有老师带的哦。嗯，还是前面到前面是可以自己练的，那后面哦，从小周天再往后面哦。开始结丹哦，这个就开始需要老师指导，就不能自己练。那种老师是自己也是仙的老师，还是不一定？当然他不一定是成仙的啦，他不一定是已经是大罗金仙杖来教你。那如果遇到这种，当然是最好啊。那这种几率实在太小了。那成仙的人他是之后面可以说成仙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可以啊。先讲怎么。反正没关系，这个过程哦，很快就讲完了。刚刚讲到小周天，然后继续采气，然后继续感觉开始结丹的时候，肚子就觉得有一个硬块，就是变成一个硬的东西，变成一个具有实体感的东西。然后这时候就去，你也有啊？那个是脂肪瘤，不是那1块肌，1块肌啊？别人有6块8块，我是一大块这样，然后接下来就要练大周天。大周天呢，我看过一些资料说，也是在身体里面把他的气那个气啊，运行在奇经8脉跟12脉，反正身体有很多经脉，这种那些经脉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就要老师来教了，就没办法说随便讲讲，你自己去练啊。气只要走差走到不同的经脉去走到不同的点就会引发不同的幻象。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什么，会引发神通但是那些神通出来你就会就会产生错乱这样子。这个叫走火入魔。走火就是你体内像火一般的真气走差了，走偏了，偏离原本该走的轨道，差到不知道哪里去，然后走到不该走的经脉去，然后产生不该有的幻象这叫走火入魔。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什么，哇，原来我是耶稣转世的，还是干嘛的？就一堆奇奇怪怪的幻象，然后你会有一些能力跑出来，我能预知未来什么，这时候就有走火入魔的现象。所以这些现象尽量不要让它发生。这跟魔有关吗？是魔在干扰吗？不是，走火入魔其实它不是说真的有魔干扰，它只是说你产生了一些幻象，让你卡在一种自以为变成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，那这个叫入魔，就自己把自己神格化这样。因为原本那气是要运行，是要出阳神的，就你在身体里面卡在一些地方造成幻觉，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神奇什么的。然后刚刚讲的这个气在我们体内行走，奇经8脉、12脉这些地方，这个叫大周天。但是这个跟我接收到那个朋友所传递给我的讯息是不同的。那我在世界上就没有听过说，大周天的理论跟他讲的是不同的。他的说法是不是只有在体内行走奇经8脉、12脉，而是要跟天地万物产生循环。这个就不太一样，这个是我感觉这个比较厉害。因为你把你的气已经可以借由你的头顶，然后飞出去，飞到比如说你要循环的对象是一棵那种神木级的大树，很高这样一棵大树，你飞到它的顶端，然后从那个树干这样下降，你的气不是那个树的气但是你的气飞到那个树跟它产生，它跟它合一，然后下降到土地下，然后再回到你的脚下，然后再进入你的身体，回到丹田。那时候你的气跟那个树的能量就产生了循环。这种循环很快就可能结很大的能量在身体里面，对于结丹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就是我们身体要短时间内结到很大的能量去把它结成丹。那一般的修炼可能你练个10年8年都还是小小的这样，就你没办法很快。但是我觉得他提出这个方式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。你跟天地万物，甚至跟你做山的气去连接去循环，你当然很快能够结到超多能量，然后能到结的很大的丹。我觉得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他所谓的大周天，他的大周天就感觉上起来就很厉害。那这时候体内你的丹田里面的丹很快就可以结成一个很具体、很硬，然后很热、很胀的一个东西，这样这边一个东西在你的丹田里面，这个叫大药。采药里面的有分小药、大药，这个就大药。这个大药就好像药一样去练那个丹其实不是在练那个丹炉那个炼丹，那个叫外丹，那这个叫内丹。练出这个丹之后练到已经觉得可以了。那怎样才可以？这个就不知道，这个就要问你的老师去指点。他认为你已经可以出阳神了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
那这个丹就把它已经很庞大的能量，把它提到头顶来，放在头顶这个地方，然后不要动。这时候静坐啊，把全身哦，奇经八脉啊、任督二脉啊，其实最主要的是中脉跟任督二脉，这个叫三条脉。三条脉的气，然后全部流到头顶，这个叫三花聚顶。然后把五脏啊，5个内脏，心肝脾肺肾这5个内脏，所有的元气也都送到头顶。三花聚顶，五气朝元，就是把身体其实就是把这个躯壳哦可用的能量啊，全部都给它送到头顶。这时候你身体哦就是要放弃了，就准备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放弃这个躯壳。那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送到你的头顶，跟那个丹合而为一。这时候那个丹哦就很强很强这样，进入一种很强的状态这样，然后这样，飞射出去。飞射出去呢，这身体哦，这跟你的灵魂哦就一起飞到虚空里面去，那这身体就没用了，就死了，就死了。就大家都看你就死了，看你就死了。哦。但是这时候到虚空，我就看到一个光啊，就变化出身形，你就可以变化出任何的体型。然后这个就叫阳神。这阳神出去之后，就可以千变万化，可以变成鸟啊，变成人形啊，变成神仙的样子，变成一团光，随便你变，它可以变化千变万化，变化万物，很好玩。然后可以自由穿梭在很多的世界。因为碍于频率的限制，它还是有一些世界到不了，但是它可以到的世界已经非常多，所以就可以到处玩，这样又不用吃饭。不用喝水，不用吃饭，然后整天到处旅行，然后处在一种很自由的状态上。对啊，这个就大罗金仙。而且你不是说人是看得到仙的，是看得到的。看得到啊，因为它是能够显现的。那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仙啊？没有看到，那这样子。没有仙喜欢待在我们这种世界的嘛？我有问有仙境。我就有问墨子说，那这样大罗金仙不是就更能帮助到人吗？直接显现在众人面前，然后就算你有警察拿枪射他，什么攻击他，他也都不会有伤啊。他直接在新闻媒体面前，然后突然就现身，然后教导世人一些东西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就可以帮人帮这世界。可是他没有要教什么啊，他从一开始修纯粹就是练个人的为主啊，他没有一种想要帮人的想法。对啊，从一开始他的想法就是很自私的一个理由嘛，就是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练成很高等这样，他其实没有想要帮人啊，也不能以偏概全。对啊，当然不能以偏概全。他可能在其他世界也是有帮人，就不是在这世界。不得而知。所以不是说没有仙看不到，是仙可以到处随时可以去其他星球，干嘛一定要待在这？成仙了当然去各地玩呢，干嘛一定要待在这地球？对呀，那么多地方。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把身体的这种精气神啊，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阳神，然后出去。这个过程呢叫做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。我们把身体的这个精气啊变成真气，变成真气之后，又把真气变成阳神，就是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的一个阶段。然后炼神还虚，然后就可以到虚空去，这个就出阳神之后就叫炼神还虚。但是后面还有一个阶段，那个阶段就是当初那个大罗金仙还没参透的那个阶段，叫做炼虚合道。就把你这个阳神啊跟道合而为一。那如何把道跟道合而为一？就是要破碎虚空，要把整个它建构的这个给打破。它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里面，它变成一种意识能量体，但是这个意识能量体它还是处于在信念架构里面，它处于一种很舒服的信念架构。而如果它把这个信念架构打破，不解释，就炼虚合道，你就跟道合为一。什么是道？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源头。那这时候它就达成一种圆满的境界，所以它修炼的就是这个。那跟我们讲的其实是一致的。那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这个阶段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合道了。我们在现在的状态就是合道的，其实也就是眼前的一切，其实都是我们所显化。我们直接把我们所显化的这个精神，直接就可以跟道融合为一。如何融合为一，就是不解释。那所以其实照这样讲，就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可能搞了几十年，然后去做那个事情，最后还是要经过这个阶段。那我们直接现在当下就可以不解释。可能有些人成仙是想玩吧，成仙是想玩啊，对呀。就像我们观众说他要成大罗金仙，应该是觉得很好玩吧，之类的啊。那
已经成仙、确定成仙的就可以变成菩萨吗？我是仙也是菩萨，仙不是菩萨哦，仙不是开悟嘛，对不对？仙不是开悟，就仙就是仙，仙就是仙，他还在轮回里面，只是他活得比较久而已。那仙可以在仙的状态开悟吗？当然可以，可以哦。所以那个就是练虚。天地万物都可以回到源头，没有不可以，只是在那个状态里，你很享受那个状态，你就不会想要离开那个状态，就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对啊，就正好玩的时候，你才会想要登出去高维度世界享福享乐。对呀，对啊，在我们这种二元性世界，然后都好苦，好想脱离，这比较就最容易的，更容易开悟，你会有开悟的动力，因为很苦，对啊，好苦，我不想待啊，那种每天都过得好爽，好开心，好舒服，谁想开悟啊？那么苦。所以还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最容易开悟。如果要开悟，当初很多观众可能当初来这边就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只是自己忘了，然后当初就是想来开悟的，然后所以才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来，然后来了之后，奇怪到底来这里干嘛的？那后来接触到开悟的资讯，那是不是能感应到自己想要开悟的那个心境？对啊，我们看到我们好多留言，很多观众好像看我们开悟引导的影片啊，或者有一些跟开悟相关的话题啊，很多都会莫名的流泪啊、感动啊。甚至我在引导宇宙最纯粹的能量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其实他们跟开悟跟源头其实都息息相关，然后就很感应他的内在，很可能他真的是来这边开悟的，所以记起了一些东西这样。所以真正想开悟的就不用想说为什么我会来这种地方，好想开悟。对啊，其实不用这样想，因为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反而更容易开悟。如果你除非你就直接到一个扬升世界终于脱离这个这么苦的世界，那你开悟在哪里？你开悟在哪里？你还想开悟吗？对啊，就是搞不好享受都来不及，好开心哦。对啊，玩都来不及，享受都来不及。但是也不能太苦啦，太苦也很难，就是太拉扯了。对啊，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梦中醒来？因为正在做噩梦，正在做美梦的时候醒来，一定会骂出来说怎么那么快醒啊？还在做美梦，做一回，竟然是梦，好讨厌对不对？那所以大部分应该是就正做着噩梦，然后醒过来就还好是梦啊，没事。通常都是这样，所以大家正在做美梦还是噩梦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真相始终是真相，醒迟早是要醒的，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真实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我要不必。我们继续玩，大家想醒就醒，想玩就玩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的原因。对啊，不然我们早就不在这里啦。因为我们是双生火焰。好，拜拜。